我现在这个地点呢是南京城墙的汉西门啊。我刚从朝天宫出来，因为朝天宫里头是个博物馆嘛，所以说我看的时间比较长啊。现在已然是下午快3点了来着。然后呢，我骑着共享单车来到了这个南京城墙的汉西门。南京城墙保存的肯定要比北京城墙相对来说要完整，但是它的城门保存的完整的不是很多。我说的完整，并不是说，一个城门洞子。大家知道，古代的城门它不止一个城门洞子，啊，它除了底下这个城台之外，还有上面城楼啊，还有箭楼啊，还有瓮城啊这些东西。所以说，相对来说呢，南京的这些城墙呢，保存的相对完整的就是中华门啊，中华门那个起到瓮城全都保存下来了。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城门呢，要不就是没了，要不保存的不是很完整。这个汉西门保存的相对来说还算是比较完整的。就是什么叫比较完整呢？它上面这个城楼肯定是没了啊，主要是底下这个城台啊，包括它的这个瓮城大体上是保存下来了。当然，瓮城两边这城墙是没了啊，两边这城墙是没了啊，但是瓮城大部分还是保存下来了啊。南京这个城墙啊，它的城门是非常怪异的。为什么这么怪异呢？为什么说比较怪异呢？就是一般的城墙啊，它的瓮城是在城门的外头，也就是说，一般的瓮城是在城的外头啊。但是南京城呢，因为它外边就是长江，它的地势呢比较狭窄，所以说南京它在明朝修城墙的时候，它有好几座城门，它的瓮城在里头，这是非常奇怪的啊。也就是说呢，人家是瓮城在外边，它是进了城门之后才能看见瓮城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做法是非常不合理的，因为瓮城它实际上就有一个就是城墙突出一块啊，可以扩大你的防守的范围啊，可以扩大你的防守面积，可以扩张你的防守视角。那如果说你把瓮城放在城墙里头的话，那这个防谁呢？是吧？啊，我就不知道了哈。这个就是上城台的那个台阶，但是这个台阶现在锁上了，你上不去啊。所以这段瓮城已经被人给拆了啊，所以它这个瓮城保存的不是特别完整，它有两块是缺的，但是大部分还是保留下来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要来看这个汉中门呢？是吧？它是叫汉中门，是叫汉西门啊，反正我就管它叫汉西门嘛，是吧？为什么要来看这个汉西门呢？因为汉西门它这个比较独特啊。我之前看地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说南京城墙这瓮城怎么都在里头？我今天高低我得看看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啊！你看这个是城门啊，这个是城门。一般来说，城墙来说都是冲外的，是瓮城的城门啊，然后真正的城门在里头。但是南京的这个汉西门，它的真正的城门啊，在外头啊。然后呢，你从这地方走进去啊，里头那个小门才是瓮城的城门，因为那个小门才是瓮城的城门啊。这个太奇怪了，是吧？这个太奇怪了，是吧？然后这个就是里的城门洞了哈。南京的城墙规模是非常大的，别小看，这还不是南京的正门，这是南京的西门哈。你看这里，它的这个门圈有多深，有多高哈？底下垫的都是这种大条石啊。然后这边是城门洞，然后这个是什么东西呢？这个应该是门栓的栓孔，这个东西应该是门栓的栓孔。如果不是门栓的栓孔，它应该就是它如果不是门栓的栓孔，可能就是原来城门的两边的木块的孔。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闸门的孔，就是过去怎么把城门关上，它不是说推城门，它是上边有一道闸门的这么一道缝，然后通过上面通过绞盘，
把那闸门给放下来。这个就是应该它闸门的一个孔洞。所以说你通过这一个城门就能看得出来，实际上南京的城墙，它在它完好的时候，就是在封建年代、在明清时代，它的城墙是非常厚、非常深的，也是非常高大的。也就是说，你从理论上来说，南京城它把城防修得这么坚固，它应该永远就很难说在外边被攻破。当然，历史上南京好像好几次都是在外边被攻破的。也有投降的时候，也有和平开城的时候，但是也有几次是从外边攻破的。就是说，你很难想象说这么坚固的一个城池，它是怎么从外边攻破的？哎，也只能说呀，虽然你这个城里资源非常多，外边还有长江水道，你这个城池修的还这么坚固哈，除了里边这个内城之外，还有一个外边的郭城是吧？但是只要外边的世界真乱起来，城墙是保卫不住城市的，城墙是保卫不住城市的。这里头就是它瓮城的一个状况，它这个瓮城呢，两边呢它都成一个拱形，就是两边，因为一般瓮城它要么是半圆形，要不是四方形的，但是据我观察，好像它两边的瓮城合起来应该是一个椭圆形的，它就像一艘船一样，你要从平面上看，应该像一艘船一样啊。然后呢，它这个瓮城呢是往里凹进去一块的，也就是说，瓮城外面那个小广场应该是一个半圆形的。这个我不知道他在修的时候，他这个做法，有什么考虑？这个我真是不知道，看这个城门是叫汉中门我明白他们是来干什么的了。他们是来拍银杏的。我以为他们是来拍古城的，实际上他们是来拍银杏的。也就是说，今天来这么多人，可能只有我是来看古城的，余下都是来看银杏的。我天！哎呀，看来我这个要不是我录着玩没人看的是吧？关键我跟大伙想的都不一样，人家喜欢看的是古城，或者人家喜欢看的是银杏，我喜欢看的是古城啊。你看这就很明显了，它这个瓮城的城门，第一个它进深非常浅，第二个它的城门的高度也不高，说明咱们刚才进来那个大门那是正经的城门，这个才是瓮城的城门。你看它的规模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南京的这个城墙，它的规制非常奇怪的，它的瓮城居然在里头，所以我不知道瓮城在里头，它为了防谁呢，是吧？这我真不知道啊。你瓮城在里头的话，你防守的这个价值最起码得缩水1半以上，因为瓮城这个东西，你在城墙外边突出一块的话，等于说你平时如果说你不建瓮城的话，你只有一个面能防守；你突出一块的话，能有3个面进行防守。你无论射击角度啊，还是你的防守范围啊，还是你的视野，都大大的能够增加啊。那如果你把瓮城修在城墙里头的话，那其实跟没修也差不多，我感觉。所以我不知道他这样干目的是什么？都是来拍银杏的，我天，这个，反正我很难理解银杏这个东西年年都有，确实很漂亮，但是这帮人这么疯狂，我是没想到的。你看这个，人家都在这儿等着拍照片呢，我得赶快过去。我无所谓，我就写实主义的我就是写实主义的，里边就这么一个状态。你看它明显，
它这个瓮城，它这个瓮城的这个里边这层城墙，它往里凹进一块的，它往里凹进一块的，就是这个瓮城的，我看应该是瓮城的东城墙，它往里凹进一块的，它外边成一个半圆形。那这我真不知道怎么个情况是吧？然后我现在从这个瓮城出来了。其实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在城里啊。一般来说，你要站在瓮城城门口的话，应该是在城外哈。那南京这个城修的，它在城里啊，所以你能明显从视觉上能感觉出来，从那个瓮城城门到这边，它是有一个弧线的，它是往里凹进一块的，往里凹进一块的。所以它那个从平面上看，这个汉中门不是，应该这个还不是叫汉中门，它应该就叫汉西门啊。它这个汉西门，从平面上如果看的话，它的瓮城有点像个什么似的呢？有点像一个螃蟹钳子。你要让我说的话，有点像个螃蟹钳子。哎，小猫咪，来，喵，喵，喵。小猫咪还认生，看我不像好人是吧？看我不像好人啊！你看它这个外边城门是往外突出，就是它外边这个城墙是往外突出一块的啊。它这个瓮城的城墙是往外突出一块的啊。怎么说呢？就是它这个瓮城因为是汉西门嘛，它南北两侧的城墙往外凸，然后东边的城墙呢是往里凹的啊。然后呢，你从平面上看的话，它有人说这个瓮城它像船形，但是我觉得不太形象。你与其说它像船形，你不如说它像个螃蟹夹子，我感觉。这就是在那个瓮城的外头了啊。然后这边就是瓮城，然后它的城墙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延伸的，啊，它南京的城墙应该是往这个方向延伸的，然后往这边去，然后那边是城门，然后这边是瓮城，然后瓮城那边是瓮城的城门，是这么一个形制。这个形制在中国古代这个城墙建筑史上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一个存在了，是吧？也可能因为这个太牺牲防守了，所以说这种做法在南京出现以后，可能后来明清修城墙的时候，这种做法其实很少见。也就是说，这种设计可能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事，它这个瓮城啊，是一个什么结构呢？底下是垫的条石，然后上面青砖。当然，这个是经过修整过的，肯定是经过修整过的啊，肯定是经过修整过的。可惜它现在上面这些城门楼什么都没有了，如果有的话，可能还能挺漂亮。现在就是一个瓮城的一个，还不是很完整，就是瓮城的一圈城墙。这个位置很危险。那上面都是自行车，都是汽车。这个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经过修整。然后从这个方面看的话，好像它这个瓮城城墙里边是没有夯土的啊，它这瓮城城墙里边是没有夯土的，好像是这么一个状态哈。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哈。其实那边你要伸手脚进的话，你是能爬上去的。好了，咱们又回到这个城门的这个位置。外边呢，就是这个位置应该是有南京的护城河吧。所以有人说来南京啊，看秦淮风月呀，看秦淮河。其实我上南京来，我不想看那些东西，
你说我第一个没钱，第二个我也是正经人，我看什么秦淮风月什么的，现在的秦淮边上也没有风月，正经风月地方你也进不去是吧？所以说我就喜欢看这些古迹，这些古迹而这些古迹明显没人喜欢看，没人喜欢看。你看它这个城门，它这个城门里头，它那挑石垫的就比外边瓮城那个挑石垫的要高很多，至少要高1倍以上。而且它用的挑石的尺寸要比外边瓮城用的更大，而且它那个缝隙更紧密缝隙更紧密。其实我很多时候我不喜欢照相。你说，因为你长得也不漂亮吧？你说你老照相，那有什么意思呢？而且你说你年轻时候照相，然后你到老了之后一看你年轻的时候，你更悲伤。你不如不照相。你看我不照相的话，我也不知道我年轻时候什么样。我到老了之后，我也不悲伤。这是我这个逻辑吧。你看它这段的瓮城城墙就拆掉了，它这段瓮城城墙就彻底拆掉了，就彻底没了所以说它这个瓮城这两边有2段城墙是缺的，那块缺一段，然后这块缺一段。你们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公园扰民的现象是吧？唱的也不好听，然后在这地方嗷嗷喊。看来不管小城市大城市，好像这个岁数的老年人都这样。这个岁数的老年人都这样，是吧？这个就是它瓮城城墙那个剖面它下边比较宽上面比较窄，是一个梯形，然后中间呢用砖填满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它这面这么处理的，还是它所有的剖面全是这样的，就是还是它里边全都是用那个砖填实的。那如果说它里边所有的就是瓮城的城墙，它里边都是用砖填实的话，那这工程非常大的。因为一般很多小地方的城墙，它里边填的全都是土，它只有外边包那么几层砖。如果整个的这个瓮城城圈全都是用青砖填实的话，那这个工程是非常大的。那这个工程简直确实，你来到南京之后，能看到它这个工程之后，你就知道曾经这个地方的统治者对它这个地方是下了很大心思的。但是还是那话，只要外边乱起来之后，你这个城墙是挡不住敌人的，你这个城墙只能挡住你自己。你看，所以你能很明显看出来它这瓮城城墙是一个弧面的，但是我这个广角可能看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如果是站在我这位置用肉眼看的话，你能明显发现它的城墙，这个瓮城的城门这块是往里凹进去一大块的，特别明显。所以我说它这个整体平面像一个螃蟹夹子形的。好了，这个就是南京的它汉西门瓮城的一个情况以及它目前保的一个状态。它两边的城墙全没有了，就剩一个瓮城了。瓮城2个城台还算完整，但是它瓮城已经不是特别完整了。然后外边的都是拍银杏树的你说我大老远从东北来，我看城墙，然后他们本地人看银杏树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人永远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本地人觉得银杏好看，
我作为外界人，我觉得城墙好看。再来一次。